歡迎收看《華爾街點評》。鄭麗文本來以國民黨救世主的姿態當選了國民黨的黨主席，他本來想說，我就要勇敢的論述，我要把國民黨這些羊群，我要變成了獅群，我要勇敢的對抗民進黨，我要帶領着國民黨走向執政之路。但問題在哪裡呢？在他的帶領之下，國民黨可能被打趴在地上。他現在嚴格的黨軍購，可能已經重創了國民黨在這個社會的制度。我們看到，按照美麗島電子報最新的民調裡面，國民黨跟民眾黨因為黨軍購的關係，這兩個黨都受到了重挫。我們常常講清明節變盤，這兩個黨看起來也出現變盤的狀況。他們現在跟民進黨的差距越拉越遠，這還不是最可怕的。當然，今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年底的縣市長選舉。年底的縣市長選舉，就看到各縣市裡面對國民黨的反感是急速的增加。而在急速增加裡面，有幾個地方非常值得關心，就是新北。新北對國民黨的反感居然高達了61.1%，這個數字，我想看在國民党的眼睛裡面一定會比刷。而且不是這樣子，在各個縣市裡面都出現類似的狀況。我們知道，雖然縣市長選舉跟政黨傾向不一定有關，可是如果你的土壤，你的這個社會裡面反國民黨的土壤、反國民黨的聲音有這麼強烈的話，對國民黨的縣市長選舉會是好事嗎？好，我們今天請到5來賓，對大方首位的財經專家黃授松，你好，大家好。好，這是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嘉，大家好。好，第3位是資深媒體姚維珍，大家好。第4位是資深媒體張宇軒，好。好，第5位我們要特別介紹，他是萬寶週刊的總編輯莊正賢，大家好。好，所以我們剛剛講的是，本來鄭麗文那邊吹噓說，我是國民黨的救世主，我要勇敢的來論述，論述了以後呢，他做什麼論述？他就黨軍購，對，我就黨預算，而且我擺明着跟美國對幹，對，這樣的狀況下裡面，美麗島電子報民調出現一個非常可怕的狀況哦，這可怕的狀況就是國民黨跟民眾黨支持度大幅的下滑，对，大幅下滑，現在跟民進黨差越來越遠。更可怕的是兩個黨的領導人，兩個黨的地方包括像柯文哲，包括像鄭麗文，你就看到他的不信任度、不滿意度都已經過了50%以上。对，沒錯，我們台灣的政局真的變化非常快。王姐，你記不記得去年7、8月的時候，民進黨大罷免、大失敗的時候，整個元氣大傷。人家又說了，2026、2028，民進黨免算了啦，你一定大敗了，沒機會了。但是就在這個時間點，去年的10月，天降一個大貴人給民進黨。那個人就叫做鄭麗文。鄭麗文當選了這個國民黨主席之後，你看他一連串的這個政策，你看包括說黨軍購啊，很多事情，甚至現在政協會都要去了，哇，這個下去的話，你看他的好感度節節敗退。對，我們給大家看，你看我們先看鄭麗文的好感度，對比1月就好了。你看他对比1月，他的信任度就下降了快要3% 到4%，不信任度上揚。那好，那你看整個國民黨的這個信任度、好感度，你看下滑了6.1%，對，反感度下滑了，上升了4.4%，那來就10個百分點了。對，那你更不用講，原本呢還有另外一個可能會這個競爭2026的柯文哲，也是現在信任度也在下滑，所以因為他們也黨軍購，所以你看連這民眾黨的這個支持度也下滑，好感度下滑，但是不滿意度也是在上升。你知道，如果你常去看民調的話，你都知道說這個滿意度跟不滿意度有一個關鍵的數字，對，30%，對，也就是說你如果不管個人或是政黨，如果你的滿意度低於30%的話，對你这個政黨是有很大壓力的。就你現在看到國民黨跟民眾黨現在的滿意度都已經跌到30%以下。对，可怕的是什麼？可怕的是他的不滿意跟不信任，對，都已經過了一半了。沒錯，就是我們都在看都說好感度，好感度如果對你是反感、厭惡的時候，實際上這個投票動能是更強的哦。所以你看現在目前為止這樣，當然民進黨是不好不壞，它沒有什麼太大變化，但是顯然在野黨在下滑，所以我才說這個賴清德遇到大貴人，他們自毀長城，原本厚厚啊幾的狗啊，就把它基本上完全是臭不可聞的一個狀況。我們看下一張，你就知道說今年2026。國民黨恐怕面臨到非常大的壓力，因為你剛剛講，今年最重要的就是縣長的選舉。對，縣長選舉裡面，我們就做了一個交叉分析，是哪些地方對國民黨的好感增加，哪個地方對好感減少，對，哪個地方開始不信任。對，如果你去比照，新北、北市、桃竹苗、中彰投這樣子比下來，對，是幾乎我跟他講，除了中彰投以外。其他全部都破50%了。对，沒錯。我們跟大家講一下，目前為止來說啊，整個國民黨跟民進黨兩個，我們講這個今年的這個所謂2026選舉，就是兩黨對決嘛。那兩黨對決，簡單來說，你好感度比較高了，可能會比較贏面。好，我們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用從個別縣市，台北市來說，你看新北市來說，你看23.9好感，反感度61啊。你看对比這個民進黨44.8好感，然後這個反感度是43.2。對，所以為什麼最近的蘇巧慧民調在直追李四川？所以你說在新北市
對國民黨反感的人比對國民黨好感多了1倍。對，所以為什麼蘇巧慧的民調在往上升嘛？這其實看得出來原因嘛。那麼多人對你反感的時候，如果說一開始比較的時候，李四川是完全碾壓蘇巧慧，而且李四川在台北市是有政績的，他在高雄市也是有政績的，本來被認為是一個超強的這個候選人，對，就沒有想到最近被拉平了。對，被拉平的關鍵根本就是沒有想到新北，你想想看，新北如果對國民黨好感只有23.9%，我的反感61.1%，是你對李四川來講那多可怕的壓力！甚至不是有部分的民調還出現藍白合也輸給綠營，所以就是因為你已經出現到這樣的一個大格局的變化嘛，哈。那台北市也是一樣，台北市不滿意度居然還有50.8，對你反感的。那當然台北市來說嘛，這個或許民進黨目前為止可能還很難扳倒這個蔣萬安。對，但如果你往中南部去看，你會發現到更誇張。你看桃竹苗32對比52，有30%人對你不滿意的程度比你滿意程度還要更高，連桃竹苗都這樣。對，中彰投也是這樣。為什麼盧秀燕會帶頭起來反黨中央？你就知道嘛。那還有江啟臣為什麼也是在帶頭，也是在反黨中央？49、50%對比30%，你不反黨中央你怎麼選呢？對，那你看再往南去，這個雲嘉南55.3對比23。那包括說這個高屏63對比24，所以為什麼現在謝龍介啦或者怎麼柯震民調都開始被拉開，這就是這樣的原因嘛。而且你就發現說，所有的候選人都離鄭麗文遠遠的。我們再回到第一張的那個民調數字來看，對，鄭麗文剛剛講的，鄭麗文個人根本就崩盤了。對，鄭麗文的不信任度已經高達54%，然後呢信任度只占23.9。23.9的意思是什麼？23.9的意思是說他的支持度信任度比國民黨本身的好感度都還要來得低。对，所以簡单來說啦，他去正習會之後呢，他出現的地方搞不好國民黨候選人會閃得遠遠的，因為什麼？因為他可能會變成是票房的大毒藥。而且你說，在這個過程裡面還有一個重要的指標。對，以前國民党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支持者在嘛，是工商團體。對，以前的4大工商團體基本上都是支持國民黨的。是，可是你就看到郑麗文這次不是講說，我要跑去跟這個正習會嗎？對，而這一個重點。他說要幹嘛？我要回到2005年連戰的那時候。是，可是你對比連戰就變得很可笑，就是連戰去的時候就是灌溉雲集，所有的大老板都跟着去了。可是今天大家去看到鄭麗文去中國的那個代表團，对，笑死人了。对，沒錯。我想事實上這一次的這個鄭麗文浩浩蕩蕩要去，但是事實上他出席的人跟這個連戰他們這個上次2005年去的時候有點一樣，就是有連家人去。因為什麼？這一次連勝武有去，就是連家人有參與，但是其他完全不一樣。因為去了這一次3個國民黨的副主席啦，這個蕭旭岑啊、張榮恭啊、李乾龍啦，然後還有包括國民黨大陸事務部的主任啊、文傳會啦，還有主席辦公室的顧問啊等等，很多人都是國民黨的人。那你想說，過去國民黨之所以在兩岸議題上面他能夠有話語權，就是因為企業家會跟他一起去。我們看到2004年、05年那時候的時候，或者隔年再去的時候，你看當時包括說什麼這個。顧連松也去了，郭台銘啦、蔡明忠啦、嚴凱泰啦、徐旭東啦、張國政啦、戴勝通啦、陳武雄啦、林伯時啦、辜成允啦，當時被說涵蓋台灣股市市值的1半，結果現在是蕭旭岑、張榮恭、李乾龍，對，涵蓋台灣股市市值的0。所以看這差異非常巨大嘛。那為什麼這樣？因為現在很簡單嘛，中國的經濟在下滑，很多這個企業家在中國都吃了大虧啊。你現在再去中國訪問來說，他也不想沾上你這個邊，而且搞不好我不但不沾上你這個邊，我搞不好在台灣形象會受到傷害。所以這些人都不去了。好，那他們現在往哪裡去？他們現在往黃仁勳去。你看黃仁勳一來，大家全部靠過來。那黃仁勳都是大老闆，對，造園企業，這個占台灣股票市值恐怕60%-70%啊。所以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代表它代表的就是一個美國。所以呢，現在台灣顯然企業是往美國去靠。對，那中國大家可能是在遠離的一個狀況。企業家已經告訴你這樣的狀況，所以為什麼這一次鄭麗文的這個執行沒有企業家願意去？因為事實上在中國跟美國之間，顯然企業家有跟你不一樣的想法。好，惠珊，你曾經講過一個名言說，錢在哪裡？對有錢人來講，大老闆來講，錢在哪裡，心就在哪裡。你說現在大老闆不會去跟着鄭麗文去，是因為錢不在那了，所以我的心就不在那了。現在你過去跑台塑集團，你過去跑很多的產業界，你說現在賺錢的地方根本都變了。你要知道嗎？台塑去年就虧了100億啊！我還重新數了一次，我沒有看錯，台塑這家公司虧了100億，
真的虧了100億。然後我就問他們說，請問一下你們怎麼去年一家就虧了這麼多啊？他說，因為中國不是很好。我說对啊，我知道，因為中国他們自己產能過剩嘛。那因為中國過剩才能往全世界倒，所以台灣這邊更慘，所以就真的都很慘。那去年整個台塑四寶裡面，台塑賠錢跟中國有關係？當然有關係啊！中國啊，過去這幾年啊，竟然有所謂7個王永慶的產能出來，什麼意思？哇，5000到7000這些產能7000萬，到目前為止產能還持續增加當中。所以過去這幾年，他們其實從2023年開始營運都是一直不斷下滑，不斷下滑，不斷下滑。他們甚至在講啊，可能那個烏雲要等到2027年啊，才有辦法看到一線曙光啊。那現在情況是這樣，台塑不是在中國是有賺錢嗎？以前中國不是在整個台塑的這個所謂的盈餘注意很大嗎？你說現在反而它最大的洞、最大的窟窿居然在中國，全部在中國。而且後來他們私底下還有跟我講，因為他們本來在2020年左右，他們還要再加碼投資，後來因為一些相關的情況就沒有順利，就想說好，那不然那個加碼計劃在100-200億台幣，就說那我們先暫緩。老天爺啊！現在心想說還好當時暫緩，如果當時又繼續投資下去的話，完了那個洞只會越來越大。然後呢，最近國際原油行情就上海嘛，然後看起來好像不錯哦。我就問他說，那你們現在這個虧損的狀況，今年是不是有機會哇塞從谷底反彈啊？他就說是有好轉，但是呢看起來只是非常慘。很慘，跟不那麼慘，但永遠都還有一個慘字，你知道嗎？那我就跟他講說，不對啊，最近這一個伊朗的戰爭的情況之下，這個中國拿不到便宜的油啦，那是不是對你們來講，就大家他們沒有便宜的油了，那你們可能也比較競爭起來沒有那麼吃力？他說，事實上沒有辦法，因為他說他們的產能太大。當你產能大，中國產能非常大，非常大。他們他說中國產能加起來，如果所有全部都投產的話，搞不好日本、韓國跟那個台灣相關產能加起來都還沒有他們那麼大。所以他們已經是他說。中國在這個石化業霸主的這個角色，其實已經很難撼動了。所以它不但內捲，它也外捲，把全世界捲在一起。那剛剛講現在台塑裡面，剛剛講有一塊，為什麼現在大家會也是做一個選擇？中國跟美國做選擇。我現在在中國，我的投資，我等於說我就損傷非常大。對。可是現在在台塑裡面有一塊非常賺錢的，而且賺越來越多錢的，居然是他們在美國廠。是因為最主要原因呢，像美國厂商以今年來講，全世界國際原油行情還有一些就是天然氣價格都在飆漲，但是因為美國在天然氣這個部分是自有的、自產的，所以呢，天然氣價格比較沒有波動。那你天然氣價格比較沒有波動的一個情況之下，你的發電成本相對來講就不會那麼高，再加上你有一些可能你就是用天然氣來當成一個原料的，所以呢，他就說，美國台塑美國廠這個部分確實已經是止虧為盈。已經開始在好，那他們持續啊，就是說，那美國這個部分是不是有新的投資計劃？他們好像在2年前嘛，宣布了一個乙烯廠120萬公噸的乙烯廠，這個部分會持續在進行當中，在美國投資，在美國投資。所以如果打開全世界的一個地圖，我們都知道王永慶師他當時就講Iwasaki Ka嘛，3隻腳，一隻腳在台灣嘛，然後一隻腳在這個中國，另外一隻腳當然在美國。但這個三足鼎立頂起一個台塑集團的王朝啊，現在看起來啊，美國這一隻腳越來越強壯，台灣這邊還可以，中國那一隻腳啊，看起來好像已經有點要被他們給砍掉了。所以呢，現在他們的情況就是，中國這個部分只要不要繼續有太大的變動，或者是這個太大的虧損，他們就阿彌陀佛。至於你剛剛提到鄭麗文，可不可以抓去拜託加西郎哦，我們得跟那什麼跟鬼拿藥鐵啊，所以那個是不太可能啊。那最近他們也都盡量避免，就是不要被這些。我跟你講啦，你講到工商團體，不是向來都是國民黨後面很重要的一個支持者嗎？我印象最深，因為我其實之前在跑台塑之前，我還有一段時間在代班所謂的工商團體。工商團體啊，都是偏藍的比較多啊。那之前也就是說，張平藻啊、商總啊，一大堆賴正鎰啊，賴正鎰那時候一直要去中國投資啊，一大堆的計劃什麼的。但你要知道，這一次讓我非常訝異的一件事是什麼？竟然是韓國瑜啊，他跟這個工商協進會吃飯啊，就是春節的團辦。那個吳東亮，你要知道吳東亮，因為他以前面臨要被綁架一些安全的危機，那吳東亮在公開場合永遠都是他前面的那一顆比如說花遮住了他的臉啊，你知道嗎？比如說我們現在他一個花這麼高，他不要讓人家拍到他臉，因為他很怕說類似的情況在發生。結果今年在新春團拜的時候，他當着韓國瑜的面啊，直接把麥克風拿起來，院長拜託。總預算、美國關稅
拜托，這是我們工商團體最重要的一件事，拜托盡快通過。所以不是潘俊榮，連吳東亮都這麼講，當然都是這麼講啊，因為錢在哪裡，心就在哪裡，錢現在在哪裡，在美國，在其他各國，我心當然要跟着這樣跑。那你台灣這個部分，不管是軍購案，不管是总預算，你一直卡住，你叫工商團體要怎麼樣活下去？好，吳董，你今天把資料給我的時候，你就慘了，怎麼慘了？就是你說國眾崩盤了，按照你每一島電子報民調數字，你從來沒有看過這樣子。而且我們看到它，而且很大的變化，就是在最近剛剛講的兩邊下滑，也就是說國民黨跟民眾党下滑的速度越来越快。对，现在这个因为两个刚好党主席都出紕漏，一个郑麗文本身你就看他帶賽嘛，鄭麗文居然說他1個月掉了5個百分點，然後那個柯文哲他是回到他當時入監的那個被收押那個時候的，啊23.4，回到最壞的那個時候。那這個情況來講哈，都回到他們的原來的最差、最弱勢的情況之下。也就是說，在柯文哲最糟糕就是他的整個案子爆發，案子爆發了以後，到了入監的時候，他是23.4，在那起起伏的時候，後來因為關太久了，很多人對他開始同情了，同情了以後呢，我對你的好感度增加，我對你的反感度、不信任度其實下滑，最壞的時候怎麼好？最好的時候他曾經到了52.7，可是沒有想到最近的一段時間裡面，他的滿意度又從33信任度33.6降到24.4，而他的不信任從52.7一下子又飆到64.7了。這個我跟大家解釋一下，因為大家你看33.6跟52.7是什麼意思？因為他那時候交保，他就出來了。民眾黨全部用司法迫害作為主訴求。那個時候呢，因為那時候檢察官沒有聲音嘛。偵查不公開，而且資料不多嘛。對。那今天出來一點資料。今天公開了。那可是，在我們做這個的時候呢，已經看到有判決結果。當有判決結果跟資料你在模糊的時候是兩個狀況。對。所以判決結果，民眾已經相信你是貪污犯。對。所以這個貪污犯被確定的時候，就是我們在做民調的時候。對。就回到他當時開始被抓的時候，23.4，所以回到他原來的低谷，完全你看這數字完全一模一樣，有意思啊。所以台灣民眾的反應啊，跟那個事件的反應啊，非常一致化，一點都不意外。所以那這種情況的柯文哲，他還有一個高點，你看到沒有？最差的是70.3呢。所以柯文哲會越來越壞，還會再壞，還會再壞嘛？因為你看他最壞的時候還有一個19.9嘛，所以你就知道說，如果他們繼續搞司法破壞的話，民眾就不相信了嘛。要有70%的，就將近70%民眾不相信柯文哲嘛，那這個75%是一個高點，對，那會變成什麼情況？民眾黨就會變成所謂的這種小草宗教化，那宗教化的小草黨就會變成一個很小、很堅固，然後呢死骨不化，然後越來越小，然後呢這完全就沒有辦法溝通。而且你從這個民調裡頭剛剛講的是國民黨的整個信任度不斷的下滑跟民進黨的差距還不止如此，你還就看交叉分析。如果看交叉分析，就看到各縣市，你說一般大家都認為今年2026國民黨佔有非常大的優勢。可是如果你看了這樣的民調了以後，你就發現，現在這個狀況，難怪現在有很多的地方感覺到非常吃緊了。我講一個事情呢，我3月初的時候，我3月中旬的時候公布了一個3月13號，我公布一個新北市民調。我公布新北市民調的時候，被國民黨罵得臭頭，你知道嗎？因為當時1對1，當時李四川只贏蘇巧慧1.1個百分點。對，那我在上一次1月份做的時候呢，李四川贏蘇巧慧9.8個百分點。在更上一個月的時候，我們沒有公開，現在我數字通通公開了，李四川贏蘇巧慧10點多個百分點，所以他是有絕對優勢的一個狀況。可是奇怪了，1到3月份有一個月是過年啊，對，怎麼突然間掉了6.7個百分點？為什麼蘇巧慧突然間增加2個百分點？我們現在看這個數字就懂了嘛，因為大盤崩盤了，這是什麼？就叫做鄭麗文效應外溢化。大家知道了嘛？那6.7，李四川是11號被提名，對，13號我公布民調，他什麼事都沒幹，他在他睡覺就跌了6.7個百分點，這個為什麼原因？這是外部效應，對，外部效應。你再一看鄭麗文，重點不在這哦。
重點不是他在家什麼時候沒事幹哦，他其實是把輝達在北士科的案子搞定哦，那是一個大事情哦，那個對他倆是一個大利多，結果搞了一個大利多，我把輝達搞定了以後，我跑到了新北要去選，結果反而沒有出來，因為什麼？因為黨軍購更大條嘛。黨軍購，你黨軍購就覺得說你在反對我嘛，對，所以整個老百姓這個反應其實是黨軍購反應，對，還不是鄭麗文的反應哦。鄭麗文的反應是我們的題目是假設題目，是我們在做這個民調，鄭麗文到這個訪中的行程還沒有確定，還沒確定。我們看到他那個信任度，鄭麗文信任度是什麼意思？就是我們假設3個月內如果訪問中國的話，台灣老百姓認為。對選舉是弊大於利還是利大於弊？弊大於利。結果56%的人決定說，如果鄭麗文去訪中的話，是弊大於利耶。那還要再調。那你今天已經看到，他就光一個反軍購一件事情，對，鄭麗文掉了5個百分點，李四川掉了6.7個百分點，全面性的下滑。所以，可是你看是誰？我們如果先做民調，我沒有做了哈，但我相信蔣萬安不會差。哦，你知道為什麼嗎？為什麼？去國民黨化，去国民党，就我跟你國民黨保持距離越遠的首長哈，我越安全。对，我跟你越接近了哦，他媽帶賽，通通衰到在，你知道嗎？所以李四川就是當天那個彩帶一掛的時候，哇，鄭麗文的彩帶，彩帶一掛，他媽旁邊一個鄭麗文啊。然後最後，你在前2天看到還有一個朱立倫啊。哎，對，我現在從來沒有看到蔣萬安跟鄭麗文一起拍過照。對，但是沒有，他誰跟他不跟他拍的，他就跟他糊弄一下。而且他去大陸，去中國大陸1天就当天就回來。他旁邊站的是古立言呢，他媽蔣萬安多厲害啊！他每天他講英文的時間比講中文時間還要長。我看大家腦筋都很清楚，這口未過的，過了到底就衰起，嘛都是落賽。所以鄭麗文是一個已經確定是一個。這個選舉的這個選票毒藥嘛，對不對？所以大家知道這個毒很重，要如何避開這個毒？所以4月份啊，然後可是鄭麗文的論述跟我們完全相反。你提這個論述跟他談，他不相信啊。對，他很簡單啊，他說：“哎呀，這個去見習近平呢是大利多啊，說越到南部越好。我就想講你頭殼歹去啊，到南部愈來愈好。然後我們今天看到了。我告訴你，我再提供一個我另外一個角度，跟你剛剛談的工商團體不願意跟他去這個哈，還有另外一個原因。什麼原因？我跟你講，我在這邊大膽假設哈，我認為習近平不願意見。為什麼？習近平不願意跟商人見嘛？習近平多久沒有見商人了？你回憶看看，他早就不跟商人握手了。所以這個是一個讓國民黨要栽大跟斗的地方。鄭麗文原來的算盤一定是這樣想嘛，我帶一堆後亞郎，然後那個有門票的嘛，對不對？我賣門票跟演唱會一樣，然後去握個手回來就可以大有斬獲，對不對？現在我跟你講，老共根本不吃你這一套，他就是要你給我做川習會桌上的 menu， 春天邊個講啊，少來這一套，乖乖當 menu， 被我玩完了你就免洗餐具，用完即丟。好，宇軒。因為講到的柯文哲不是現在跟他講的不信任度一直在飆升，然後信任度不這個降化，他更慘的是什麼？他明年拜會診所4，他可能明年1月就要坐牢，明年年初就要坐牢了。哎，对，因為柯文哲現在案件最嚴重的問題在於說，不是他的貪污治罪條例，因為貪污治罪條例你如果一路打到3審的話，那個我們講可長可久，恐怕2028年都還等不到。但問題是背信罪，它最大的問題在於說，因為它是3年以下的輕罪，所以輕罪的話呢，只能到2審。但我跟你講哦，這個2審很可怕，因為第1審還叫做事實審，但第2審就開始走入到所謂的程序審。程序審就說我開始檢視你1審裡面你有沒有證據要補強，或者證據有沒有問題。所以寶傑哥，我講白話文哈，超級快。對，就超級快，速審速決。我想最快到多快？你知道什麼程度嗎？有時候半年就搞定了。你不要以為說1審、2審之間會拖很久，那是大家會有些印象，因為看的時候法官就講哦，柯文哲先生啊，你這個案情相當單純啊。哎，請問一下，你對於這個背信罪的827萬呢，你承不承認？啊，我不承認。然後說啊，可是你就是把眾望基金會的錢對拿去發給你大選員工的薪水，而且呢還1人領2份，同一個名字在2邊發的亂七八糟，還發獎金啊，你有發沒發？然後叫證人來。不是，你說金華城那個案子，你還可能說現在他藏得非常好，或者不知道有什麼原因，你還很難勾稽。眾望這種東西，他剛剛是出手出腳、大手大腳的幹呢，叫白紙黑字嘛。因為我們去看他的薪資請款單，那時候還記不記得有一個發言人，然後那發言人出來講話超好笑的說，哎，為什麼你領2份薪水？說
我只有領1份，我只領到1份，然後後來發言人就被換掉了，在於我是不是？对，後來他就被 fire 掉了，因為他只領到1份，所以你想想看，這個案件跑不掉嘛，他跑不掉。不是最新最好笑的是，李貞秀說高虹安拿了700萬，對不对？高虹安說我沒有拿700萬，那現在也確定高虹安沒有拿700萬，那700萬去哪？對，是柯文哲搞不好有這樣跟李貞秀講，那搞不好跟那個我們講薪水一樣，莫名其妙就也到自己的口袋裡面去。所以這2年半哦，第一，刑度降低的可能性高不高？不高。在第二，判刑確定的可能性高不高？高。那就要進去裡面蹲了。所以對於柯文哲是他現在最大問題嘛。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抖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制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57台每晚9點，寶潔點兵點出全球戰略新布局。